原来你在这里啊！我听说你要进京了，朝廷的旨意还没有下来，你这样擅自进京，我有点担心。如果等朝廷旨意下来我再启程，我怕是连父皇最后一面都见不到了。放心吧，凤麟，父皇是吉人自有天相，病体定能痊愈。正儿，太医现在都束手无策，他们根本连父皇的病因他们都查不出来。而且我还听闻，凤寻他还发了皇榜，重金聘请民间的名医入宫为父皇诊病，可见父皇病情不轻。我真的很担心父皇，我要尽速进京探望。凤麟，我倒可以推荐一人为父皇诊病。是谁？我师父。世人只知道称赞他的画艺，其实他的医术也是华佗在世。是吗？真是太好了！哎，先别着急啊，我现在就去给师父写信，请他下山。走。怎么这么不小心，居然让他发现了练武场？可见袁月缺已经对梁王起了疑心。这个袁月缺与太子交情匪浅，若他把此消息透露给凤寻，那说不定会让我们的计划就此前功尽弃。你去告诉黑牡丹，要他见机行事，如有异动，即刻出手。是。谢师傅妙手回春，凤寻感激不尽。我是为了月征前来，殿下不必挂怀。皇上是乃积劳成疾引发的心急中风，目前虽没有大碍，但仍需静养，不可过度操劳，待慢慢恢复，自可痊愈。多谢谢师傅。皇上，你好点了吗？皇上出行，龙体尚虚，还需好好休息。多谢谢师傅。沈公公，随谢师傅去开方取药，让太医赶紧把药熬上。是。父皇。雪儿，没事儿。小师傅，来，这些花送给你。谢谢，真好看，让我把它摆到屋里去。哎，小师傅，我去吧。小姐，你慢慢聊。谢谢。坐。小师傅，这天气都转暖了，你怎么突然做起棉袍来了？因为早年师兄受过腰伤，耐不住这北疆的寒冷，所以每过了冬天，我就要把他的袍子拿出来，翻新一下，再续一些新棉，以备来年之需。小师傅，你和大师傅相互关心，可是奇怪，你们为什么没有在一起啊？是不是小师傅心里另有心上人啊？真的？
那你为什么不去找那个人呢？既然喜欢，就要去争取，那样才会幸福啊！傻丫头，不是所有相爱的人都能够在一起的。有些人，有些事，一时错过，也许终身就错过了。错过的人，是不是我师父啊？王爷，皇上的旨意怎么说？父皇已经转危为安了。哦，他还嘉许了本王的孝心。不过父皇认为，目前内东关局势尚未稳定，还需要本王应以国事为重，守关不必反京。又是托辞，皇上总是要求王爷以国事为重。不管怎么样，父皇总算转危为安了，真是欣慰。王爷，我们这次不能借机进京，你有什么打算吗？父皇身体虽已好转，但未痊愈，我们还是要上奏请旨，回京探望。皇上，皇后，坐。谢师傅交代，皇上要多休息，不可过于操劳。嗨，朕病了这么久，记下了这么多政务，哪儿歇得下来？皇上，臣妾听元太傅说，寻儿对政务颇有见地。皇上之前也曾经让寻儿帮着处理过朝务。如今皇上是否可以多分些担子给寻儿？一来可以为皇上分忧，二来也让他多加历练，积累些经验。皇后所言甚是。传朕的口谕，从明日起，让凤寻来协助朕处理朝政。是，皇上。谢皇上。正儿，多亏你想到请谢师傅帮忙，才救了父皇。谢谢你。我们是夫妻，你父皇就是我的父皇，我做这些都是分内的事，以后不许跟我说谢谢了。如今父皇的病已经渐渐好转，你就不用再担忧了，也不用再冒险进京了。来，爹。这些奏折都是凤寻批复的。听说最近朝中大小事务都由太子处理，皇上很是满意。是啊，如今朝中的奏折都交给太子直接批阅，皇上已经不过目了。我担心，若是皇上以久病不愈为由，顺势让太子提早登基，这样的话，我们多年的心血就付之东流了。若被凤寻捷足先登上了大位，
我们再施行计划，恐怕就师出无名了。所以当务之急，一定要让凤林能够回京。此事的确颇费脑筋啊。王爷让谢寒白救了皇上，虽然在皇上面前立了一功，可这返京之事却又更加渺茫了。爹，眼下朝中局势变数颇多，我们不能就这样被动等待着。思雨，你有什么主意啊？我想去太子那里探探情况，看看能否利用太子找到协助凤林进京的办法。也好，思雨，切记小心行事。是，女儿知道。多谢香公公。哎，请思雨小姐稍坐，小人已经差人去请殿下了。殿下是不是很忙啊？哎，可不是。自从皇上龙体为和，这朝廷里的大小事务啊，就都压到了殿下身上了。参见殿下。参见殿下。参见殿下。免礼，请坐。最近父皇身体不适，也没有去看你，希望思雨姑娘不要见怪。当然是皇上的龙体要紧。听我爹说，殿下在帮着皇上处理政务，颇为操劳。这是我家珍藏多年的高丽参，我特意拿来为殿下补养身体。多谢你和将军的好意。皇上这次真是吉人天佑，幸得转危为安，实乃百姓之福啊！是啊，此次父皇能够病愈，还多亏了皇兄和月征他们。是啊，梁王妃请了她师父前来给皇上看病，却被坊间流传成梁王要闯京探病，真的是好笑。哦，还有这种流言？不过我倒是很想让皇兄他们能够回京探望父皇，但毕竟边关形势未稳，再说月征也需要静养安胎，不是吗？原来太子还不知道袁月征流产的事儿。母后，母后，你们都下去。是。母后，月征的事为什么不告诉我？月征怎么了？母后真的不知情？母后不知你在说什么。月征小产了。月征小产是因为被人打落山坡谋害所致。皇兄上书请求月征回京省亲，是希望能用父母的陪伴来减轻月征的伤痛。我看是梁王想回京找的借口吧。母后，
皇兄和月征惨遭丧子之痛，你怎么还能如此揣测皇兄？母后，这件事情不会和你有关系吧？放肆！母后是不是担心皇兄先有了子嗣会对儿臣不利，所以……真是笑话！他们有子嗣又能怎样？你竟然为了他们来质问我，你眼里还有没有我这个母后？母后，无论如何，我也会让皇兄带着月征回京，我不能置他的痛苦于不顾。凤莲，你想方设法要回到京城，可见心中必有图谋。这是你自己自寻绝路，可怨不得我。没想到月征竟然小产，这灵儿也没告诉朕。小灵儿顾念你大病初愈，怕皇上忧烦，所以不敢禀报。为了皇上康健，寻儿那么忙，也要每日诵千遍大明咒。这些让皇上伤心的事儿，他们自然没曾提起。孩子们的孝心，朕很感动，尤其是寻儿，他批的奏表，朕都看过，处理得甚佳，不负朕对他的期望啊。那是因为皇上言传身教，这也是百姓们的福分。皇上，臣妾有个提议，不知皇上可否应允？说来听听。眼看皇上寿诞将至，我们把灵儿夫妇召回来。月征小产，心情定然悲痛。我想借祝寿之机，让他回京见见家人，聊作安慰。皇后所言有理，就依你说的办。谢皇上。太傅。哦啊，太子殿下，太子殿下，免礼。殿下教主老臣，不知有何吩咐？太傅，我是特意来向你致歉的。弟子昨日才得知月征小产的事，之前未能及时慰问太傅，请太傅原谅。月征小产了？太傅您不知道吗？夫人，夫人，哎呀，夫人呐！老爷，出什么事了？征儿的孩子没了。你听谁说的？殿下今日表示慰问之意，我才知道的。你说，这么大的事儿，怎么不告诉我们一声呢？也不知道征儿这段时间是怎么熬过来的。征儿不告诉我们，也是怕我们担心。征儿的心思我明白，只是这月缺太不懂事了，怎么也该和我们说一声啊！到底出了什么事？怎么好好的就小产了呢？我要收拾东西，去北疆看征儿。夫人，殿下说，皇上寿诞，举国同庆，皇上已经下旨，令凤麟夫妇进京，征儿马上就要回来了。王爷，杜将军来信说，皇上有意在此寿宴上宣布太子继位。此次回京，可谓是孤注一掷，所有死士都要尽数前往。王爷等了这么多年，终于等到了。想让父皇真正废除太子，绝非易事。我们还得要部署周详。王爷这一次若不能
谋划成事的话，就只能逼宫了，请皇上让出大位。真到了这般地步，父皇和凤寻该怎么处置呢？看无际的路，冲破迷雾，要走向何处？看落叶飞舞。凤麟，爹和我一定会助你登上皇位，你一定要平安回京，回到我的身边。才发现你已不在。思雨，没想到真的被你说中了，我喜欢上了正儿，我注定会辜负你的情谊，但我对杜家的承诺不会改变。正儿，你还没睡啊？哎，来的正好，看看我选的礼物怎么样？看，这是我给父皇选的画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好看，特别好看。只要是正儿选的，什么都好。只是什么？只是这些都是给别人选的礼物，有没有你想要的礼物？我嘛，只要有了你，就什么都不需要喽。你越这么说，我越想把世界上最好的东西送给你。真的吗？当然。你觉得世界上，最好的礼物是什么？我觉得世上最好的礼物，说，就是你平安、快乐。你要答应我，这次回京祝寿，千万别和孙皇后起冲突，免得父皇为难。真儿，难道你忘了吗？他对我们的孩子所做的事。我当然没忘，但是我们并没有证据确定这件事情一定是他所为。证据？连刺客都认了，这还不算证据吗？凤麟，我们是回京给父皇祝寿的，况且父皇的身体刚刚有好转，我们就暂时忘了这些事，行不行？不行，这事我绝不会忘。凤麟，你这样我真的很害怕。你这样冲动行事，只会让你和爱你的人受到伤害。父皇和凤寻都是爱你的。在这世上，除了你真心爱我，没有谁再真心爱我了。你这样说，父皇知道了，他该多伤心啊！眼下父皇尚未痊愈，我相信母后若是在天有灵，也愿意看到父皇能够开开心心的过个千秋节。你为什么总是那么善良？凤麟还没到京，皇上就令王公公去打扫梁王府了。看来这份关切比以往更深。
娘娘不必太介怀，皇上不过是怜悯梁王痛失孩子，因此才格外体恤一些而已。我就是怕他利用这份怜悯，让皇上同意他长留在京城。那件事办得怎么样了？请娘娘放心，一切尽在掌握之中。需一击即中，不容有失，否则让皇上知道，我们全完了。娘娘放心，皇上的怜悯之情，恐怕梁王无福消受了。小师妹，这次你就不要跟着进京了。为什么？此行凶险难测，我不想让你涉险。我也知道此行凶险，我更不能置身于事外。自从月征出事，我一直心有不安。毕竟她是师姐的女儿，所以我想随行保护她。师姐的女儿，恐怕因为她是二师弟的爱徒吧？大师兄，你不要把这怨气都放到二师兄身上。毕竟，辜负你的人是我，是我心里不能容下另一份感情。要怪，你就怪我好了。我也希望自己能够怪你，可是我做不到。小姐，这次回京，老爷夫人见到你啊，不知道高兴成什么样子呢。哎，月缺啊，月缺，你说爹看到我们回去会不会喜极而泣啊？那还用问吗？爹见到我们一定会高兴的，一把鼻涕一把泪。哎，嫂子你怎么了？是不是哪儿不舒服啊？是呀，少夫人，一早看你脸色不太好，是不是生病了？应该没什么事儿，就是这一路颠簸，有些头晕恶心罢了。哎呀，看你这个样子，我们要不要让队伍停下来休息一下？不用不用，别为我一个人耽误了大家的行程。嫂子，你先喝点水吧。再过1个时辰，我们就可以到关里休息了。啊。怎么了？我说，你倒是快说话呀！我应该是要当爹了。恭喜少爷，恭喜少夫人！对，我要当爹了！我要当爹了！我要当爹了，媳妇儿！我要当爹了！好了，你别晃他了，当爹了还这么不稳重。夏兰，快去告诉厨房炖点鸡汤过来，我这就去。来，小心点啊！这个时候啊，千万不能乱动了，一定要注意身体。还有啊，不能着凉，这前3个月啊是最重要的。来，月珍，谢谢你。
嫂子，我们是一家人，你跟我客气什么呀？你瞎乐什么呀，在这儿？哎，干脆我和凤玲说说，你跟嫂子先在这儿住下，不要长途跋涉了吧？哎，不用，让嘉林好好在京中休养，回到家里有娘照顾着，我这心里才能放心呐。月珍，我也想早日回家面告双亲，省得我们在外面让爹娘挂心。我说你们俩还真是夫妻同心啊！啊，我去看看鸡汤好了没？听我说，嘉林，从今天开始，所有的事情你都不要做，安心养胎，照顾好身体啊！娘娘，梁王昨日已到达关岭，依旧在关岭住宿一宿。知道了。哎，怎么站在风口里？当心着凉。没事儿。怎么了？想着月缺和嘉玲，看到他们开心的样子，真的很为他们高兴。是不是又想我们的孩子了？你放心，乖乖把身子养好，到时候给我生3、5个孩子，越多越好，生一堆。我来带。你带？你怎么会带孩子啊？不会就学呗。我们都是从小过来的嘛。你呀，只管负责生，我来负责帮你带。啊，嗯。我要当爹了！我要当爹了！我要当爹了！媳妇儿，我要当爹了！我该怎么办？皇上，殿下辅政甚得赞誉，那是有口皆碑呀。臣以为，皇上何不索性将全部政务全权交予太子打理，这样皇上就可以安心调养龙体了嘛。
寻儿的确资质颇佳，但若说现在将政事全然担起，他仍显稚嫩呐。朕这病也不知道能撑到什么时候。朕已准备借寿宴之机，宣布传位于太子。一方面可以安心静养，一方面也能私下传授机宜，祝他早日娴熟政务。杜将军，倘若朕来不及看着他成长为一名出色的帝王，杜将军一定要继续替朕尽力辅佐。皇上，臣定当为我社稷尽心尽力，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。今年的香珠花开得比往年都要茂盛，我可以做好多香囊了。我喜欢你，不管你有没有香珠花的味道，我都喜欢。我想采一些香珠花，回宫后放在母后灵前，这样她也可以闻到香珠花的香味了，好不好？好。母后，原来两情相悦是这么美好的感受。和征儿在一起，我真的愿意就这么简单平淡的过完一生。母后，为了夺回我们失去的东西，是否要失去现在的幸福？如果我成功了，征儿还会像现在这样爱我吗？如果我失败了，征儿一生都会生活在黑暗的痛苦之中。我这样做值得吗？可是我又怎能违背母后临终的遗愿呢？他们怎么能不但侍卫就出来了？太大意了！大师兄，小心！快掩住口鼻！赶紧去找凤离。如果我没料错，他们中的是子午断魂散。子午断魂散，子午断魂散，乃天下最歹毒的药物。此毒无色无味，随风播散。凡中此毒者，
会怎样？无人能解。不会的，不会的，九师傅，你想想办法救救王爷和小姐吧。贾师傅，难道真的没有办法医治吗？我已经替他们喂下了护心丹，7日之内，毒药不会伤及肺腑。不过，我们要利用这7天时间找出解药。